這一個家庭悲劇，裁判應該是全責。但這位妻子的誤傷也真的逆天呀！刺完了自己的丈夫還扔飛刀，太殘暴了。朋友們，今天綜藝聯曼聯最關鍵的時候，終於是穩住了自己第4的位置，而且已經領先第5名3分。老球迷都知道，這對飄忽不定的曼聯的狀態來說有多難，有多困難。但畢竟主教練不一樣啊，卡里克治下，一切的空氣都是清新的。曼聯終於崛起啦，雄起啦！曼聯在艰苦的比賽中客場1-0戰勝了埃弗頓，取得了連續10場英超保持不敗，這也是他們過去5年來自2021年5月以来首次連續10場英超不敗，成績是6勝4平，並且在英超他們是進入2026年之後唯一保持不敗的球队，拿到了18分，同样是英超同期拿到分数最多的。那麼跟埃弗顿在英超赛场的68次交锋，曼联取得了43胜14平11负，35次客场对埃弗顿取得了20场胜利。这43场总胜利和20场客场胜利数比任何一支球队对阵另一支球队都要多。咱们也由此可以看到，在英超的歷史上，曼联祖上是真阔，老爵爺福格森給大家留下的財產太豐盛了。今天前段時間剛表揚過的謝什科，這個比較勵志的謝什科，第58分鐘替補登場，在第71分鐘就破門。至此，他的英超已經打入7個進球，其中3個球都是在替補上場之後打進的，對富勒姆1個，對西漢姆聯1個，對埃弗頓1個。本賽季在英超沒有任何球員替補登場的進球數比謝什科更多。好，朋友們，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非常的謝謝。這樣發展下去，他就是曼聯新的索爾斯克亞，新的替補騎兵。這3個替補上場的進球給曼聯拿了7分，你就說是不是關鍵先生吧？以前只知道謝什科長得高跳得高，今天反擊中是跑得真快。這個球曼聯先是長傳右路的姆波莫接球之後輕輕傳到中路，謝什科是跑得真快，後衛在後面根本就追不上，輕鬆的單刀一腳推射破門。有意思的是，埃弗頓今天發角球的時候，就像在地鐵擠地鐵一樣，所有的人都在門前擠着，人挨人。英超現在的角球戰術真的有意思，再這樣搞下去，各種歪門邪道層出不窮。球迷們把阿森納戲稱為地鐵1號線，現在埃弗頓是地鐵2號線，就想看看未來阿森納打埃弗頓這個地鐵1號線、2號線會師，到底門前會擠成啥樣？另一方面，歐足聯、國際足聯不知道能不能管一下。這要是無動於衷，今年世界杯估計全是擠地鐵戰術。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天曼聯的門將拉門斯在英超完全擠地鐵角球盛行到如此的情況下，他的每一次高空摘球太硬了，太讓人安心了。今天的比賽後場全靠拉門斯，前場就靠一個謝什科，對方擠了10次地鐵，9次要麼是爆主，要麼就打出去，真牛逼。現在想想比利時一個小國出了那麼多好門將，拉門斯本場比賽在門前穩得太誇張了，給球迷的安全感滿滿，大心臟。有個好門將，曼聯是真幸福。再想想過去的奧納納，那真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好歹總算是過去了。另一方面，今天的隊長布魯諾·費爾南德斯一邊罵裁判一邊回防，那鏡頭也太神了，身體扭曲着一邊在回防，一邊手還忍不住攤手向裁判抱怨，球迷們是真繃不住。本場比賽 B 費的狀態還比較一般，但好歹關鍵的比賽3分拿下。在他表現不夠突出的時候，曼聯的雙核另一位狼王庫尼亞的表現就很好，有庫尼亞在，大逼哥的壓力會小很多，雙核心的好處很明顯，東邊不亮西邊亮嘛。庫尼亞的球商比較高，在球隊裡是為數不多有球商的球員，上半場還感覺身體有些發沉，下半場是越踢越好，尤其一腳長傳球非常漂亮。再加上達洛特，今天葡萄牙的主教練馬丁內斯現場突戰，於是達洛特攻防兩端都是滿分表現。今天在右邊他比左邊的盧克肖要好，曼聯的球迷恨不得集體上書，建議老特拉福德球場公費，每一次都請馬丁內斯來看球。而國家隊主教練眼皮子底下發揮這麼好，估計巴塞羅那的坎塞洛要準備做替補席了。現在卡里克上任之後，逼費、梅努、卡塞米羅這個中場鐵三角，就除了隊長大逼哥可能有些累，兩個後腰梅努和卡塞米羅是搭檔的越來越好。老將卡塞米羅正好是34歲的生日，最近由於曼聯已經提前官宣，卡塞米羅會在本賽季結束後合同到期離隊。
那麼巴西的聖保羅體育總監透露已經聯繫了卡塞米羅，不過卡塞米羅的計劃不是回巴西。這樣看來胖虎的未來應該已經定了，很有可能隨着梅西去踢美國職業聯賽。現在邁阿密國際就是眾多對胖虎非常感興趣的俱樂部之一。在布斯克茨退役以後，貝克漢姆的这支球隊已經將卡塞米羅列入了中場引援名單的前列，而梅努在中場是曼联唯一能在人群中拿球不太丢的球员，肉眼可見天賦满滿，控球傳球都很穩，拿得住球还能洗球。但是当然，梅努现在畢竟還不是博格巴，不是梅西，這孩子還只有20歲，如此年輕就已經經歷過天堂，又經歷過阿莫林時期的地獄。最近達洛特談到梅努就說，梅努被阿莫林棄用，其實這段經歷對他的未來會很有益。未來就希望謝時科繼續就這樣成長，一個謝時科，一個庫尼亞，再加個姆波莫，他們如果能夠成為新曼聯的3叉戟，那麼雖然不算歷史級別的，但能夠保着紅魔曼聯每年都能穩穩進前4，先完成重建的第一步，就像過去的阿森納，那麼球迷也就放心了。所以也就希望卡里克能夠成為新的一位阿尔特塔。當然现在說這些還太早。那麼1-0取勝之後，曼聯本賽季在卡里克指揮下英超已經零封了3場，而3場零封只耗用了6場比賽，而本賽季另一位主教練阿莫林用了20場比賽才有2场零封而已。所以对曼联球迷來說，阿莫林那一頁已經掀開了，能不提他就不提他。現在的積分榜，曼聯已經穩坐第4，領先第5名切爾西和利物浦3分。未來的賽程方面，曼聯會踢水晶宮、紐卡、阿斯頓維拉、伯恩茅斯、利茲聯，然後是切爾西、布倫特福德和利物浦。如果要下注，老 K 可以盲猜，我覺得曼聯今年能夠進入前4，反而是現在比他們更多3分的阿斯頓維拉其實還不太穩。另外，今天中後衛方面立馬有些小傷休戰，所以派上了約羅。約羅搭檔馬奎爾表現還可以，除了開場沒多久傳丟1次，還有被巴里賈動作晃過1次之外，其他沒有問題。2次攔截，2次解圍，1次搶斷。旁邊的馬奎爾老將只有1次攔截。上半場表現約羅相當好，但是也注意不要捧殺，約羅也只有20歲，大家多給他一些時間和耐心。總之太年輕，所以拿球還顯得有點緊張，猶猶豫豫的，有點慌。其他還可以，只要有機會，年輕人就要把握住。那麼利桑德羅馬丁內斯他的小腿傷病問題曼聯現在希望僅僅缺陣1到2周就好。利馬是比目魚肌有些不舒服，但預計本周會重新參加曼聯的訓練。今天在禁區內的防空保障，門將拉門斯當選了全場最佳。除了摘高空球之外，他還做出了4次撲救，力保球門不失。另一方面巴塞羅那不是為了拉什福德想和曼聯講價錢嗎？所以今天西班牙媒體就爆出來新的消息，說是如果能夠簽下薩維尼奧，巴塞羅那的弗里克願意放棄買斷拉什福德。這個消息傳出來，曼城球迷要樂開花了。總之老 K 是不太信的，就希望曼聯能夠咬緊牙關，3000萬的買斷費用真的一個子兒都不要讓。今天關於上周的歐冠淘汰賽附加賽第1回合，本菲卡對陣皇馬，當時維尼修斯疑似遭遇的種族歧視行為，歐足聯已經做出了決定，普雷茨蒂安尼遭到停賽，因為他涉嫌發表了種族歧視言論，所以对他做出預防性的停賽1場決定。這個決定是由歐足聯控制的倫理與紀律委員會做出的。在任命調查員對比賽展開調查後，歐足聯根據初步報告，決定對這位球員在其原本具備參賽資格的下一場歐足聯俱樂部賽事中停賽1場。歐足聯同時強調，這一項臨時措施不影響調查結束後紀律機構可能做出的進一步決定。那麼儘管目前還沒有關於這一事件的最終定論，歐足聯認為已有合理的跡象顯示存在嚴重侵犯人類尊嚴的行為，因此在調查期間對普雷斯蒂安尼實施了預防性停賽。老 K 個人覺得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按照原告指控的裁判標準停賽1場，也許我們可以接受。但是皇馬球員赫伊森在網絡上白紙黑字證據實錘的裁判標準應該是什麼呢？就簡簡單單在中國的微博上發個道歉信就可以過去了。那麼現在普雷斯蒂安尼正在考慮就相關事件對皇馬球員姆巴佩和維尼修斯提出訴訟。普雷斯蒂安尼方面正研究向歐足聯和國際足聯提出投訴的可能性，同時也不排除通過本國葡萄牙的司法系統追究他倆的刑事責任。那麼如果真的提出訴訟，普雷斯蒂安尼一定是認為這倆有誹謗的嫌疑。其實對西方的法律老 K 也不擅長也不專業，但是在目前沒有任何確凿證據下，
應該不能隨便定罪吧？歐足聯這臨時禁賽一場的決定，已經對球員和本菲卡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下一場在伯納烏，本菲卡和皇馬的第2回合比賽中，本菲卡現在已經處於落後的局面。OK， 另一方面啊，本菲卡已經決定，邊鋒普雷斯蒂安尼儘管停賽一場，他也將隨隊前往馬德里參加次回合比賽，他仍然被納入了出征名單。而且本菲卡球隊已經就歐足聯的決定做出回應，表示將提出上訴。俱樂部同時也清楚，上訴在短時间內產生實際效果的可能性很低，可是依然選擇帶上球員前往馬德里。所以本菲卡方面這個舉動是對普雷斯蒂安尼的支持，球隊仍有可能在程序層面爭取到更有利的結果，不會輕易的放棄這名年輕的攻擊手。目前皇馬方面多名球員已經簽署書面陳述提交給了歐足聯。皇馬表示，俱樂部已積極配合歐足聯就比賽中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展開調查，並感謝全球足壇對維尼修斯的支持，強調將繼續與各方合作，共同打擊種族主義與暴力行為。另一方的意見，普雷斯蒂安尼是發文否認了指控，稱自己從未對維尼修斯發表種族歧视言論，表示維尼修斯誤解了自己所聽到的內容。但姆巴佩則表示，他聽到普雷斯蒂安尼說維尼修斯是猴子，說了5次。阿根廷球員普雷斯蒂安尼已經在本菲卡队內當众表示，自己並沒有對維尼修斯使用猴子等等種族歧視性的言辞，但他也向本菲卡全队致歉，承認这個事件影響了本菲卡更衣室的情緒。本菲卡主教練穆里尼奧隨後和普雷斯蒂安尼進行了單獨溝通，明確表達了對球員的信任。教練組明確傳遞信號，提前為可能出現的在皇馬的敵對氛圍做好心理的準備，隔絕外界噪音，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賽本身。在過去的歷史當中，穆里尼奧這個主教練呀，一直擅長在心理層面布局。這一次穆里尼奧也打破常規，決定在比賽前一天就率隊前往伯納烏訓練。以往本菲卡通常是在自家的訓練基地備戰，下午飛赴客場參加官方的發布會。這一次改為提前到場踩場，穆里尼奧是希望球員先與球場環境進行第一次接觸，為第2天的比賽做好心理的適應。但由於在上一場比赛穆里尼奧被紅牌罰下，所以下一場比賽他在什麼地方觀看比賽，這同樣引發了討論。不排除穆里尼奧選擇在酒店遠程指揮，類似做法他過去在執教切爾西和皇馬期間都曾經採用過。在2011年的5月3日，在那場著名的為什麼風波之後皇馬客戰巴薩，試圖逆轉0-2的劣勢的時候，穆里尼奧當時就留在酒店，沒有出現在諾坎普。相比在球場看台上指揮，在酒店更容易保持私密性，也便於通過一些特殊的渠道向球隊傳達指令。所以这一次如果我再次採取類似的策略，也不會令人意外。目前本菲卡方面的安排已經透露出，不會安排穆里尼奧參加賽前發布會，而由助理教練和球員來出席。甚至賽後穆里尼奧也不會接受任何媒體的採訪。在最近的葡超比賽中，本菲卡是3-0戰勝了 AVS 俱樂部。賽後新聞發布會上，穆里尼奧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談到了在皇馬賽後自己的相關言論。他說，我不想評論自己是否犯錯，我重複一遍，這對所有人來說一直都很困難。現在我不會具體說明困難體現在哪個層面，對所有人都很困難，但他们和我今天都能夠做到保持職業態度，並且以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完成我們的工作。另外，本菲卡針對皇馬球員巴爾韋德在上場比賽中出現的暴力行為的投訴也已經被歐足聯駁回。本菲卡方面對此深表遺憾。好，皇馬現在18歲的小將馬斯坦托諾已經連續3場沒有出場。他在11月、12月曾經因患恥骨痛而缺陣，可在阿韋羅亞上任初期的前6場比賽中，他有5場是首發，但此後就失去了主力位置。現在皇馬俱樂部為馬斯坦托諾制定了專門的訓練方案，目的就是增加肌肉量。他的訓練狀態非常好，身體沒有任何的不適感，體重已經增重了4到5公斤。另外，我們再關心一下同樣坐板凳阿森納的埃澤。埃澤在最近客場4-1大勝熱刺的時候是梅開二度，再次成為焦點。要知道去年11月埃澤對陣熱刺就上演了帽子戲法，不過當時隨後在對陣布倫特福德和阿斯頓維拉的時候，連續2場被半場換下。當時埃澤向自己的朋友坦言，他的表現確實不理想，不過在低谷中埃澤的堅定信念沒有動搖，他沒有因狀態起伏而消沉，反而更加靠近信仰。埃澤是教堂的常客，他的社會地位和那麼虔誠的信仰贏得了教會長老的尊重，並且他常常是阿森納訓練基地最後離開的人之一。
和丹麥的中場諾爾高一同加練到最後。埃澤到了阿森納，生活簡單而規律，最近和妻子搬進了一套距離訓練基地45分鐘車程的2居室公寓。他隨身會攜帶3本聖經，分別放在車上、家裡面，還有更衣室。每天早晨和訓練結束後，他都會閱讀聖經，並盡可能參加週中的教堂禮拜。如果球隊是週六有比賽，那麼週日他和妻子幾乎總是第一批出現在教堂的人。1月份，結合職業要求，埃澤進行了為期21天的禁食。在足球之外，他酷愛國際象棋，常常和拜仁的邊鋒奧里塞在網上下國際象棋。這一段困難時期，國際象棋成為埃澤暫時脫離足球的出口，幫助他保持心態的平穩。在最艱難的日子裡，埃澤花了更多的時間陪伴妻子。妻子是一位 ICU 的護士，從妻子的工作中他得到了啟示，2個人會彼此交流經歷。妻子談到的工作會時刻提醒埃澤不要被足球裹挾，要學會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寸時間。那麼上周末對陣熱刺的表現證明，埃澤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跟埃澤一樣，目前阿森納這一批球員每一個都有一些技術上的短板，都不是那種超級巨星，但是在場上都是兢兢業業，毫無怨言，充滿了歸屬感。這也反襯出阿爾特塔買人性格第一位，也就能看出阿爾特塔对阿森納球队的掌控力是非常强。想阿尔特塔下課的槍迷可以放棄了，這個球隊已經完完全全是阿爾特塔的球隊，每一個重要的球員組成部分都是阿爾特塔喜歡的個性。另外，阿森納除了他之外還有2個喜歡下国際象棋的，蘇比門迪和卡拉菲奧里。好的，那麼就在北倫敦德比热刺对戰阿森納的比賽中，當時出現了長時間長達6分鐘的比賽的中斷，原因是在於裁判的通訊設備遭遇頻率的干擾，還有技術故障。這一件事引得裁判機構 PGMOL 非常不滿，他們正在等待技術供應商鷹眼公司的調查報告。當時主裁判和团隊和 VR 中心聯絡所使用的通信系統突發異常，助理裁判使用的通訊頻率受到了干擾。而更尷尬的是在下半場開球前再度上演，另一名助理裁判的設備又出現了故障，導致下半場的開球時間又再度推遲了數分鐘。而且這也不是本賽季首次出現這類的事故了，在去年12月阿斯頓維拉對陣曼聯的比賽中也有類似的故障。對這件事老 K 覺得內維爾說的就特別好。當時比賽暫停期間，內維爾就說，比賽不能因為邊裁和主裁判聯繫不上就停個幾分鐘，沒有那玩意兒我們也踢了100多年足球，照樣能踢。現在全場觀眾就因為一個簡單技術問題就在那乾等着，這簡直是胡鬧。這可是本賽季最重要的比賽之一開局很精彩，節奏也飛快，現在卻中斷了幾分鐘，球員們又不得不重新熱身調整狀態，整個場面一片混亂。好，昨天我們說到 AC 米蘭的球員齊克，他的面部遭遇了重傷，牙槽都被撞斷了。現在好消息傳來，齊克已經成功接受面部手術，他也曬出了自己術前術後的對比照。齊克自己表示，這次打擊很沉重，但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了。特別感謝所有的球迷，你們無數充滿愛意和支持的消息我都一一讀過，真切感受到了，從中也獲得了難以置信的力量。感謝我的隊友們，我們是一個团队，我們是一家人。現在向着我們的目標繼續前進吧，堅強的團結，并肩同行。從圖片可以看出來，現在齊克應該是牙槽骨折了，要等到牙槽好了之後才能補牙。估計齊克目前只能吃流食，想種植牙沒有那麼快，估計是假牙。齊克也真爺們兒，也挺樂觀的，祝他早日康復。看起來只是骨頭斷了，面部神經好像狀態不錯，應該不會破相。不过齊克未來一定得小心點，不能再2次創傷。這位30歲的老將出自切爾西青訓，他的球員黃金生涯也都獻給了切爾西。米蘭官方宣布，他接受面部手術之後預計會缺陣8周。最近在巴薩，邊後衛坎塞洛獲得了機會之後，狀態非常好，拿到了全場最佳。現在這也導致原有的主力左後衛巴爾德不再是絕對主力。最近2場比賽，他連續坐在了替補席。主教練弗里克在對陣赫羅納的時候啟用了赫拉德馬丁，對陣萊萬特則選擇了坎塞洛。那麼在3-0擊敗萊萬特的比賽，坎塞洛是最具威脅的進攻武器。主教練希望他面對對手低位防守摆大巴的時候，坎塞洛要承擔更多的突破任務。賽後坎塞洛就說，弗里克讓我多过人，我也正在盡力這麼做。不過大家都清楚，坎塞洛的防守端是存在短板的，但同樣他也是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邊後衛之一。所以如果巴薩的進攻容易陷入停滯，那麼坎塞洛就可以提供突破和最後一傳。
問題在於未來的比賽，尤其是客場比賽，面對一些強隊，而防守壓力更大的時候，弗里克是否還會選擇坎塞洛首發？我們要記得，坎塞洛可是一個可以勝任左右兩個邊的後衛，甚至可以客串邊鋒，他是個多面手。所以即便重要比賽不是首發，他也可能作為替補騎兵，在逆境中改變比賽局勢。那麼老 K 從比賽看來，坎塞洛的傳球和盘帶，現在的巴爾德還真是比不了。防守嘛，巴爾德又沒有什麼優勢。坎塞洛這個球員脾氣大，但往往脾气大的人是真有本事，有真本事。好，明天的比赛，歐冠淘汰赛附加賽次回合，老 K 也預測一下。國際米蘭1-3落後，看好國米能夠反擊得手。勒沃庫森2-0領先，次回合晉級應該問題不大。紐卡斯爾6-1領先，那就不用說了。還有一場是馬德里競技對布魯日，首回合是3-3，仍然看好馬競在主場能夠拿下布魯日。好的，這裡有一條匪夷所思、非常抽象的新聞啊，家庭暴力。在意甲第26輪，那不勒斯1-2輸給了亞特蘭大。當時在家中一名40歲的那不勒斯球迷，因為在電視機前觀看比賽時被取消的點球，他就爆了粗口，結果付出了慘痛代價。爆了粗口以後，他的妻子以為那些辱罵是針對自己的，妻子於是先用刀捅傷了他，隨後又朝他扔出了多把刀具。這位涉嫌犯罪的妻子已經被當地宪兵逮捕。當時的比賽是第44分鐘，霍伊倫在禁区內倒地，可主裁判經過 VR 確認後取消了點球判罰。這一個家庭悲劇，裁判應該是全責，但這位妻子的誤傷也真的逆天呀！刺完了自己的丈夫還扔飞刀，太殘暴了。另外科普一下，意大利的犯罪新聞呀，許多时候刑事犯罪都是宪兵抓，因為刑事犯罪宪兵来管，警察系統呢更側重民事方面，所以在意大利宪兵也負責治安，和警察的防区有重疊。大城市有警察，鄉下的警察比較少，就是国家宪兵在管。而意大利警察管的事兒，宪兵都能管，但是宪兵管的事兒呢，警察就不一定能管。好的，据这个案件的现场还原，妻子呀，先是威胁丈夫讓他離開家，否則就要捅死他。在丈夫拒絕後，她就拿起一把剪刀朝丈夫扔過去，隨後又手持一把菜刀，試圖刺向男子的左側腰腹，接着又朝右側砍了一刀。渾身是血的丈夫先後撥打了報警和急救電話，但他的妻子沒有停手，在他打電話期間還繼續朝他扔刀，其中一把還扎進了牆壁。當憲兵到達的時候，這把刀還插在那裡。目前這名35歲的女子因為家庭暴力和嚴重的人身傷害被戴上手銬，目前已經入獄。她還因為非法攜帶刀具被追加起訴，因為憲兵在她的包裡面搜出了另外3把刀，其中一把是生蠔刀。嚯，這河東獅吼母老虎太厲害了。受害者丈夫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治療，但已經沒有生命危險，就不知道出院以後要不要和這樣的河東獅離婚啊。今天呀，在美洲墨西哥那邊傳出消息，因為一名毒販的頭目被擊斃，所以引發多地的暴力事件，有多場球賽都被推遲。要知道幾個月後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舉辦，而世界杯主辦城市之一瓜達拉哈拉就在周日出現了動盪，起因就是一次行動為了抓捕大毒梟，結果抓捕行動導致他死亡。這位大毒梟奧塞格拉塞萬提斯，別名是埃爾門喬，是一個毒販組織的頭目，被墨西哥的軍隊給擊斃了，引發全國多地暴力事件。行動發生在距離瓜達拉哈拉市只有2小時車程的地方。最初這位大毒梟是受傷，隨後死亡。那麼這場軍事行動導致部分地區出現了路障，還有車輛被焚燒。另外監獄也發生了騷亂，情況的惡化促使州長暫停周日剩餘時間和周一的公共交通、線下的課程和大型活動。此外，墨西哥女子足球聯賽也推遲了周日晚的德比戰。政府建議現在包括該地區的公民都要就地避難，理由是持續的安全行動及相關路障和犯罪活動。這裡的阿克倫體育場今年夏天會舉辦4場世界杯小組賽，包括墨西哥對陣韓國，還有烏拉圭對陣西班牙。所以老 K 個人估計也是為了幾個月後世界杯能夠消消停停、和和平平，所以提前對大毒梟們展開抓捕。墨西哥這個國家據說7%的 GDP 都來自於毒品行業，那麼可不要小看這7%呀，因為衍生的行業一大堆，再結合墨西哥的高失業率，幾乎就是和許多底層人在綁定。所以老 K 所在加拿大這邊有許多人他們喜歡去墨西哥度假，我卻有些瑟瑟發抖。不知道熟悉墨西哥當地情況的朋友們可不可以在評論區留言給我們建議一下。
世界杯馬上就要開始了，距離我們也一天天越來越近。好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那麼我們明天再見。